周浩，郑教授又给你请2礼拜的假。是啊，去调研。做郑教授学生真好啊！哎，周浩，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。什么？我当时听说郑教授是非常抗拒导师计划的，一个学生都不想招，那为啥最后你还是能做他导师计划的学生啊？有抗拒吗？哎，大家都是室友吧？你偷偷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啥关系才？关系？什么关系啊？肯定有关系啊！走后门了。我就知道周浩肯定有猫腻。郑教授找院长走到后门，又是给周浩送东西，又是给校长打电话，非要周浩这个人。张涛，周浩，刘老师叫我们去办公室一趟。啥事呀？我觉得刘瑞不太对劲，你们俩要防着点。能有啥问题啊？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呀。对啊，而且好客气，经常分我零食吃。那你们跟他好去吧，最近降温了，我去买杯热奶茶。我也去，我给刘瑞也带一杯。那我不去了，不能把刘瑞一个人拉寝室里。这学年我成绩超不过他，但如果我能挖到他们的黑料，奖学金也能落到我头上了。哟，就张涛一个人回来，3个人当中就属他最单纯，天助我也。哎，张涛，你要吃薯片吗？啊，谢谢啊，刘瑞，你人真好。客气啥呀，咱俩这关系。哎，话说你们跟郑教授关系这么好，你是不是也经常送点东西给郑教授？哎，对哦，哼，果然，郑教授一直送东西给我们寝室，我们却没给他回过礼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之前天气降温的时候，我们有给郑教授送过温暖。哦，送了什么？你看最近降温，郑教授也给我们回送了996感冒灵，可惜我们身体都比较好，用不上。哎，你开始流鼻涕了啊？可能是最近气温太冷，感冒了。那太好了，996感冒灵这不就用上了吗？我看你也难受好几天了，喝点吧。谢谢啊，张涛。肯定还有其他突破口，他们这么多成就指定不干净。专利，对他们还有专利，舒服多了，张涛。哎，对了，那郑教授是不是对你们很好？那要多亏了周浩，我跟李想呢都是顺带。哦，那郑教授是不是时常给你们点好处？好处啊，就比如你们3大一都申请了专利，这专利是不是郑教授给你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偷偷跟你说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放心吧。我们的专利啊，本来不值多少钱，但郑教授以市场价10倍的价格收购了我们的专利。说是对我们的鼓励，郑教授是真的很大方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专利就都是你们自己做的，郑教授就没提供一点帮助？那提供的帮助可大了。啊，那是吗？我们的研发费用啊，全部是由郑教授资助的，后面也没问我们要。可恶，没想到张导演只是表面单纯，身体嘴巴也跟不锈钢一样了，今天一句话都没问出来，邪不子。哎，郑老师，这是您开的公司吗？其中一家。哎，您公司还生产这个高态太阳能电池啊？是啊，是我公司的一项业务。怎么了？我还挺感兴趣的，前些日子还跟室友们在您的实验室做实验呢。是吗？哎，那我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小钱这几天刚好在本市，你感兴趣的话，我叫他过来，你们聊聊。好啊。郑教授，郑教授，这就是电话里面我跟你说的学生周浩。您好，周浩。那你当时做实验，电池的光电转换率能达到多少呢？也就20%。我和张涛他们还在研究如何提升这一过程的效率。20%，这么高？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数值了，周浩。那你们实验室最近有没有新的进展？我们目前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呢？啊，我们目前可以达到25%。老大，我们才能达到19%，别说。您的团队这么厉害，那您是用什么方法将数值安全稳定的提升到这么高的？啊，这个。啊，周浩同学，我认为你需要先进行独立思考。如果听了我们的办法，那就会被我们的思路局限住。有道理啊，同学，所以你可以先自己再研究一下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再来找我。好，老大，我目前转换率只有19啊，你为什么要说？这个周浩今年才大一啊，我们一个团队的成果还赶不上一个大一的，被郑教授知道他会怎么看我们？我们面子往哪放？可要是被郑教授发现，不用说了，现在召集部门所有研究人员开会。哎，张涛，我刚刚见到了郑教授公司高态太阳能电池的负责人。那他们是什么研究思路啊？他希望我们可以独立思考，从其他方面拓展思路，不要被固有的东西局限住了。那负责人的意思是我们目前的想法有点死板吗？或许我们可以更大胆一点。不愧是郑老师的人，格局好大呀。老大，我目前转换率最高22%，离25%还差得远。我们还发现25%是技术极限，达不到的。郑教授刚刚跟我说过2天来看看。最近我们实验室每个人都熬夜做实验，熬不动了。我去找个人，现在只有他能帮我们了。周浩，大哥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徒步过来的吗？周浩，我们都熬了好几晚，我向你承认。周浩，我来找点事想跟你说。
那天我在郑教授办公室说谎，什么啊？我们转换率达不到25%，或者说25%根本不可能。您别开玩笑了。真的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要是被郑教授发现，我就完蛋了。现在只能请你帮我们尽可能接近25%。可以啊，但其实我们正好要联系你，表达一下感谢呢。什么？上次您建议我们要发散思路，不要被局限住，让我们茅塞顿开。听了您的建议之后，我们又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，进展很快。目前我们的光电转换率已经可以稳定到28%了。28%？这是新的技术路线啊！我们也只是听您的，换了一个思路了。你们能把这项技术卖给我吗？条件随便你们开。小钱，哎，郑教授，啊，我给你们送点水果。听说你们最近有新的进展，非常不错啊。小钱，你过来。郑教授，你都听到了。我其实当时就是不服气，我觉得你不用解释了，下不为例啊。其实呢，你没必要跟周浩比，跟他比，我都自卑。Shift。那么根据我刚才讲的内容，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幸亏老师没点名啊，否则周浩没来上课就被发现了。但我们还劝他好好上课吧，万一被老师发现，平时分就没了。好，大家静一下，我来抽个人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周浩吧。周浩呢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你是吧？好，说说你是怎么解的？首先，根据卡诺定律得出最大效率是50%，非常好。然后实际效率是40%，对外做功怎么算啊？它等于 Q 不 G W。什么？这力学第一定律啊！能答出第一问也非常不错，坐下吧。谢谢老师啊。周浩是吧？回去好好看知识点啊！下节课我要再抽你一次，看掌握情况。什么？还抽啊？麻烦了呀。所以周浩，下节课要不你还是去吧，不然我再答不好怎么办呀？好，那下节课我就去上一下吧。张涛，我觉得这样不对，老师已经把你当做周浩了，下节课突然换个人，我怕老师会发现，所以下节课我还得是周浩。对，我建议你们两个互换身份。这是什么游戏吗？我可以玩。那为了不拖后腿，你们帮我讲讲课上的难点吧。好，同学们，开始上课。所以这节课我是张涛，对不对？你别整活啊！周浩，回去复习了吗？哦，复习了，老师。非常不错，周浩，那我就不抽你了啊。我再找另外一位同学回答，那就找张涛吧。不会吧？老师，我是张涛。好，张涛，上节课我们还讲了高温气冷对核电成套技术。那么我们如何？哎，老师，用 Trussell 粒子嵌入的碳化硅和石墨材料各自的优势有哪些？相比碳化硅啊，石墨材料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制造成本较低。但碳化硅更大高温和辐射，可以延长燃料的使用寿命。张涛也说的对啊，但我们不耽误大家上课时间。下课你来找我讨论啊。好，老师。张涛啊，没想到大一学生对 Trussell 粒子的见解这么深刻，真是后生可畏啊。老师，我刚才说了1/10页，我还有好多想跟你讨论。好，但现在有点晚了，要不去我家？来，张涛，吃一个苹果。谢谢老师啊。哎，周浩，你昨晚干啥去了？我昨天住刘老师家里去了。什么？没露馅吧？放心吧，我很细心的。现在刘老师完全认为我是张涛了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超额完成任务？哼。哎呀，怎么啦，刘老师？昨晚没睡好啊？跟一位同学讨论到很晚，但很开心，有种找到千里马的感觉。哪位研究生啊？不是研究生，是一个大一的学生。大一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张涛。张涛好像有点印象，平常在班里文文静静的，也不多说话。所以你做不了伯乐，知道吧？下次你上课抽他回答一下问题，你不要被他的知识储备惊到了啊。是吗？你们说啥呢？在说张涛呢。好，坐吧，张涛。哎，我这几天怎么这么背啊？怎么这么多老师抽问，偏偏都能抽到我？对呀，是啊，今天3门课，3个老师都点你名，昨天更夸张，一天里你一共被老师点8次啊！还好我复习了，否则真顶不住啊。感觉张涛也没有刘老师说的那么厉害呀。还行啊，我叫他回答问题都答出来了。是吗？我的问题都答错了呀。啊，那可能术有专攻吧。也是啊，不能要求他全会，但我感觉刘老师对他的评价偏高了点。你是说前天张涛和你聊了一晚上，那是直接聊到6点多？哎呦，我以前没关注到张涛啊，我比较关注他们寝室另外一个。是吗？叫什么名字？那个叫周浩的也很厉害，你可以关注一下。周浩？周浩不行，我还喜欢张涛。那以后我也得关注一下张涛了。